2025年仲夏，在中南半岛的丛林与山脉间，战火猛烈燃烧。泰国与柬埔寨这对毗邻百年的宿敌，终于爆发了全面军事冲突。边境线上炮声隆隆，战机的呼啸划破天空，村庄陷入火海，数以万计的平民被迫背井离乡。这场冲突之激烈，被媒体称为“血战中南半岛”。两国仿佛赌上各自主权与政权的存亡，要把缠绕1个世纪的恩怨做个了断。更令国际震惊的是，美国与中国这两大强权虽然齐声呼吁停火，却无法阻止战事扩大。泰柬双方拒绝任何外部调停，执意以武力决胜负。此时此刻，中南半岛正上演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地域战争，其背后蕴藏的历史仇恨、民族情结、地缘博弈与政治算计，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敌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积累。追溯至100余年前，两国的前身暹罗王国与法属柬埔寨殖民地，早在1907年签订边界条约时便埋下争端的种子。当年法国作为宗主国与暹罗划定疆界，但条约文本与附图出现矛盾，绘制的地图将一座具有1000年历史、对两国都极为重要的寺庙划入法属柬埔寨一侧。这座寺庙便是博威夏寺，矗立在陡峭山巅之上，见证了高棉帝国的昔日荣光。对柬埔寨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对泰国而言，则是昔日暹罗势力范围的遗产。从此，两国围绕博威夏寺的主权归属争论不休，100年恩怨由此开场。20世纪上半叶动荡的岁月中，白威夏寺数度易手。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一度与日本结盟出兵占领了该寺。战后轴心国败退，泰国被迫将寺庙归还。当时仍属法国的柬埔寨，1954年法属柬埔寨摆脱殖民统治，宣告独立。泰国乘机再度派军控制博威夏寺，引发新独立的柬埔寨强烈抗议。柬埔寨随即将此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以当年法方绘制的地图为依据，主张主权。最终1962年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博威夏寺主权属于柬埔寨，泰国只得接受裁决，从寺庙所在地撤军。然而法律上的结论并未真正平息民间的怨恨。许多泰国民族主义者至今认为，暹罗曾经统治过的土地被外国夺走，这是国家耻辱；而柬埔寨则庆幸收复失土，对泰国长期的文化影响心存警惕。在漫长岁月中，这种历史记忆转化为挥之不去的集体情绪，深埋于两国民众心中。除了博威夏寺，泰柬两国之间还存在多处边界纠纷，全长约817公里的陆地边界有多段未明确划定，一些地区的村庄与寺庙同时受到双方声索。在法国殖民统治和其后冷战时期，中南半岛局势反复，边境线几经变迁，给当地居民带来持续的不安全感。文化与宗教方面，尽管泰国和柬埔寨都以上座部佛教为主要信仰，两国人民在信仰上并无深刻分歧，但宗教圣地却往往被赋予国族意涵而引发争议。例如博威夏寺原本是高棉人于11世纪所建的印度教寺庙，后来转为佛教寺院，正因其历史价值，才成为国家荣耀的象征。两国皆以守护此等文化遗产为己任，一旦主权归属不清，宗教文化遗产也会变成民族争夺的对象。民族矛盾方面，泰国人与柬埔寨人同属亚洲大陆古老民族，各自有辉煌的王朝史。15世纪时，高棉帝国的吴哥古城曾被暹罗军队攻陷，导致高棉人被迫迁都，此后元气大伤。历史上，暹罗王国长期对柬埔寨具有影响力，一度将柬埔寨变为附庸，甚至瓜分过其领土。这些往事在柬埔寨集体记忆中留下伤痕，视泰国为西方强邻，既崇敬其文化，又戒备其扩张。反之，泰国社会中也存在对柬埔寨的成见，过去有舆论轻视柬埔寨的经济与政局不稳，甚至对柬埔寨的文化遗产产生过那本来就是泰国的这类不逊言论。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03年，曼谷某女星据称妄言吴哥窟属于泰国的谣传，引爆了金边的反泰暴动。愤怒的柬埔寨青年纵火烧毁泰国大使馆，导致两国关系一度中断。
尽管事后证明女星言论乃子虚乌有，仍可见民族情绪之敏感。一系列历史仇怨和文化误解，使得太监互不信任感根深蒂固，每遇风吹草动，便可能激起对立的火花。多年潜伏的矛盾，最终在博威下寺问题上集中爆发。21世纪以来，围绕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主权纷争数度升温。2008年，柬埔寨单方面将博威下寺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触动了泰国敏感的神经。当时泰国政府原本同意支持申遗，但由于国内反对派指责执政者卖国，泰国临时改变立场，撤回支持。然而联合国仍通过了柬埔寨的申遗申请，使泰国民族主义者大为愤慨。正值泰国国内政治紊乱之际，朝野军利用民族情绪争取民心，泰军开始在寺庙附近增兵，柬埔寨也不甘示弱，调派军队驻守，两军在边境剑拔弩张。果不其然，2008年下半年至2011年期间，博威下寺周边发生多次武装冲突，其中2011年2月，双方爆发了持续8天的边境战斗，造成至少16人丧生。最终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斡旋下，两国达成停火协议，但边界的火药味并未散去，数处土地归属问题悬而未决，如同埋下不定时炸弹。进入2020年代，泰柬边境虽维持表面平静，但暗流涌动。柬埔寨长期由首相洪森执政，他精明强硬，善于利用民族主义来巩固统治。泰国方面，自2014年政变后，军政府掌权数年，直至2023年才由大选产生文人政府。然而泰国国内政治仍然对立严重，新政府基础脆弱。正是在这微妙时刻，边境再起波澜。2025年5月28日清晨，泰国东部乌汶省与柬埔寨北部博威下省交界处发生了一次致命冲突。据泰国军方声称，柬埔寨边防部队当天清早在边界越界执勤，率先向泰方开火，而柬埔寨方面则称泰军侵入其领土，无故开枪袭击巡逻士兵。无论真相如何，一场小规模交火持续约10分钟，双方各有伤亡，一名柬埔寨士兵当场阵亡，多人受伤。枪声惊动了宁静已久的边境村落，两国前线指挥官很快透过现场联络停火。然而，这起罕见的流血事件迅速传回曼谷和金边，犹如在一桶汽油上投下火星。常年敏感脆弱的边境局势被打破，两国舆论哗然，互控对方挑衅。泰国民众愤怒于我方士兵在自己国土上被害，柬埔寨人民则悲愤地称泰军杀害了我们的英雄。5月的这场流血冲突成了导火线，引发随后一连串难以收拾的升级行动。5月底的流血事件后，泰柬两国均在边境地区增派兵力，紧张对峙持续升温。6月间，双方部队在多处未划定边界地段互相指责对方入侵。更危险的是，泰国军人在巡逻中发现了新近埋设的地雷，有2名泰国士兵不幸踩雷重伤。泰国军方声称，那些地雷是柬埔寨方面偷偷布设，用意在封锁争议区域的泰军活动。柬埔寨则矢口否认，凡只是旧时遗留地雷。无论真相为何，地雷爆炸事件如火上浇油，令泰国国内舆论更加群情激愤。曼谷政府对金边发出严厉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为。与此同时，柬埔寨年轻的新任总理洪马内面临自身的政治压力。他在公开讲话中强调，绝不退让祖国领土寸土，下令军队严阵以待。双方外交关系也开始迅速恶化。7月23日，泰国宣布召回驻柬大使，并限令柬埔寨大使离境。金边方面随即也召回大使以示报复。随着外交渠道趋于冰封，误判风险大大增加。终于在7月24日拂晓，边境局势失控，泰柬两国军队几乎同时在多点爆发武装冲突，战火沿着茫长的边界线燃起，从北部临近老挝的孔雀山口，到中部白威下寺所在的丛林高地，再到南段靠近波萨河与象山的地区，皆传出激烈交火的消息。一时间炮声此起彼伏，机枪扫射不绝，战云密布整个边境。泰国军队在冲突初期展现出现代化优势。开战当天上午，泰国空军即证实出动了 F-16战斗机，在边境上空执行威慑性飞行。不久，
泰军一架 F-16从高空超音速掠过，突然对柬埔寨境内的地面目标投下精确制导炸弹，摧毁了据称是柬军的一处炮兵阵地。这是2011年小规模冲突以来首次使用空中力量，使战事性质大为改变。面对泰国空军的空袭，柬埔寨地面部队伤亡不轻，仓促之下只能以高射机枪和便携防空火箭进行驱离，但收效甚微。地面战斗更是陷入胶着与残酷。柬埔寨军队尽管装备和规模略逊一筹，却以地雷和丛林埋伏等游击战法拖慢泰军推进速度。他们早就在边境构筑战壕和碉堡，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坚守阵地。不仅如此，柬军还动用了多管火箭炮等重武器进行反击。7月25日，战事进入第二天，双方开始以重炮对轰，榴弹炮和火箭弹的轰鸣声响彻山野，数不清的炮弹划过夜空，落入对方境内。一些榴弹击中了平民聚居的村庄和宗教建筑。柬埔寨指控泰军炮火波及白威夏寺古迹，导致这处珍贵的千年遗产部分受损。泰国则谴责检方的炮弹落入泰境内的寺庙和学校，造成人员死伤。战争的残酷已经超出预期，平民开始大量伤亡。截至第3天，冲突仍未停息，反而有扩大之势。在泰国东部勒批府一带，原本平静的边境忽然出现新战线。柬埔寨一支部队试图从南线渗透泰国沿海的达勒府，在黎明时分越过边境河流，侵入泰境数公里。这一举动令泰国震怒，泰国皇家海军随即介入行动。泰国海军陆战队搭乘2栖装甲车从沿岸反击，并派遣小型舰艇巡逻柬泰海上边界，以防范更大规模入侵。在海陆夹击下，柬军南线的试探攻势被击退。泰国国防部强调，此举证明泰国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绝不容忍侵略。随着南线吃紧，战火已经从当初的单一寺庙争端演变为涵盖北中南多个方向的全面冲突。双方军力对比显示出明显差距。泰国拥有东南亚数1数2的精锐部队，现役军人超过36万人，国防预算远高于邻国。泰国陆军约有24万5千兵力，其中包含超过10万的新兵义务役，装备了400辆以上的主战坦克、1200多辆装甲车，以及约2600门各型火炮。泰国的主战坦克除美制 M60 之外，近年还引进了中国制造的新型 VT4 坦克，火力和防护力在区域内属于先进水平。泰军炮兵部队亦甚为强大，拥有美制、以色列制和本国制的多种火箭炮与榴弹炮，能够对敌境目标实施远程压制。更重要的是，泰国皇家空军号称是本地区装备最好、训练有素的空中劲旅之一。空军约有4万6千人，具备超过112架各型作战飞机，包括28架 F-16战斗机与11架瑞典制 JAS-39猎鹰战机。这意味着泰国对柬埔寨拥有绝对的制空权。泰国海军实力在本地区同样不容小觑，兵力将近7万，拥有1艘轻型航空母舰和多艘现代化的护卫舰、巡逻舰，并自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相比之下，柬埔寨的军事力量明显弱小得多。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总兵力约12万4千人，其中陆军占了7万5千。柬埔寨陆军装备老旧，约有200辆老式主战坦克，另有数百门牵引火炮与自行火箭炮，但在射程和精度上均逊于泰军的先进武器。柬埔寨空军更是相形见绌，全军仅1500人，几乎没有真正的喷气战斗机，只有10余架运输机和直升机可用。他们并不具备拦截泰国战机的能力，只能勉强依靠地面防空火力进行有限还击。柬埔寨海军人员不到3000，只有一些小型巡逻艇和登陆艇，无法与泰国庞大的海军抗衡。尽管军力悬殊，柬埔寨并未在冲突初期就示弱投降，他们深知正面硬拼不是对手，于是采取灵活防御和宣传攻势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柬军利用丛林密布的地形和分散的村落，将部队化整为零，隐蔽配置，避免成为泰国空军的轻易目标。他们在边境重要道路上埋设炸药和陷阱，迫使泰国坦克车队放慢速度，甚至绕道而行。柬埔寨还调动了曾在内战中对抗红色高棉的老兵，利用游击战经验骚扰泰军后方补给线。另一方面，
柬埔寨政府加紧向国际社会喊话，强调本国是受害者。他们公开发布多张战场照片和影片，显示柬埔寨寺庙、学校在战火中被毁，以及惊慌失措的难民，以争取国际舆论同情。金边当局还宣称，泰国的侵略行径无异于对小国的欺凌，呼吁联合国立即干预制止泰国的侵略。柬埔寨年轻的总理洪马内以强硬姿态亮相，他穿上军装出现在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我们的军队将战斗到最后一息，保卫祖国尊严。泰国方面则试图打一场速战速决的现代化战争。泰军高层深知，国际社会对任何持续性冲突都会加大压力，于是制定计划，希望在数天内让柬埔寨屈服。他们优先夺取边境争议区的制高点和交通枢纽，以切断柬军补给线。例如，泰国空降特种部队在冲突首日夜晚就秘密出动，越过边界渗透到柬埔寨境内，袭击并摧毁了柬军靠近边境的一座弹药库和雷达站。这支特种小队随后迅速撤回泰国，行动几乎未留痕迹。泰国陆军则集中坦克和装步合成部队，沿2条主要道路向柬埔寨境内推进，一度越境数公里，占领了几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小村庄。泰军将此解释为必要的战术纵深，声称并无侵略企图，而是为了压制柬军火力。泰国官方对内宣传称，军队已控制局势，要民众放心。然而泰军也保持一定克制，暂未尝试攻占柬埔寨更深入的城镇，显然顾及国际观感和后勤压力。毕竟一旦深陷旷日持久的占领战，对泰国并无好处。因此泰方在战术上采取打痛为止的策略，即通过精确打击与局部渔界行动，迫使柬埔寨坐上谈判桌，但避免全面入侵导致更大战争。激战之下，平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泰国与柬埔寨接壤地带多为乡村和丛林，居民以农耕为生，战火一起，他们首当其冲。根据泰国官方统计，泰国境内已有超过13万8千名边境居民被迫撤离家园，紧急转移到安全地带。学校、寺庙和市政厅被临时改造成避难所，人们扶老携幼，挤在一起暂避炮火。在柬埔寨一侧，至少有2万3千名平民也逃离了靠近边境的村庄，有的乘坐卡车，有的徒步翻山，只为远离战区。两国政府和红十字会等人道组织在各安置点提供食品和医疗，但面对突如其来的难民潮，物资仍显紧缺。更令人痛心的是，许多平民在逃难途中伤亡，有泰国的孕妇在混乱中早产，还有柬埔寨儿童在躲避炮击时不幸踩中地雷受伤。许多家庭同时面对财产损失与至亲失散的双重创痛。这场战争已让中南半岛边陲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对泰柬冲突的升级反应强烈，纷纷呼吁双方克制。身为区域多边机制的东协试图快速介入调停。2025年恰逢马来西亚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易卜拉欣在战事爆发当日即发表声明，对冲突表示关切，提议充当调停人。安华先后与泰国总理佩通坦钦纳瓦和柬埔寨总理洪马内通电话，恳请两国停止交火。起初，泰柬两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斡旋下口头同意于7月25日实施停火。据悉，双方代表在新加坡秘密会晤，草签了一份暂停冲突备忘录，内容包括各自军队在停火后1周内撤回原驻地。然而，由于前线部队仍在对峙，短时间内难以及时传达停火命令，再加上一些地区擦枪走火的误判，约定的停火时间到来时，边境上依然有零星枪炮声响起。安华遗憾地发现，双方都没有完全履行承诺，战斗并未如期全面停止。东协主席国随后再次呼吁两国高层直接对话。安华表示，已指示马来西亚外长与泰柬两国外交部联系，必要时他将亲自致电两国领袖，务求使交战各方停火谈判。东协强调，愿提供任何平台协助和平解决争端，并准备派遣观察员到边境监督停火。然而，泰柬双方对东协介入的态度不尽相同。柬埔寨表示愿意接受东协或联合国维和人员来促成停战，但泰国则更倾向通过两国直接对话解决问题，不希望过多第三方干涉。
联合国方面也迅速采取行动。7月25日晚间，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召开闭门磋商，听取泰检代表分别陈述情况。会后，安理会主席向媒体转达了一致意见，对泰检边境持续的流血冲突深表关切，敦促双方立即克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分歧。联合国秘书长也发表声明，对平民伤亡和文物受损表示痛心，呼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柬埔寨驻联合国大使在会上要求安理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谴责泰国的侵略，并协助促成无条件立即停火。与此同时，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则在发言中强调，冲突起因是柬埔寨持续的挑衅，呼吁检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善意的重返对话。双方在国际场合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使得安理会难以就谴责谁是责任方达成一致。在中国的态度影响下，安理会未通过任何正式决议，只是以主席新闻谈话形式要求停火。这固然避免了激怒任何一方，却也使联合国的呼声显得相对温和无力。美国与中国作为当今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也对泰检冲突表示高度关注。巧合的是，面对这场地区战事，华盛顿和北京罕见地立场一致了，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希望冲突继续恶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7月24日即发表声明，对泰检边境爆发的激烈战斗表示深切关切和遗憾。美方强调，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攻击行为，确保平民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美国还暗示，如冲突升级导致严重人道灾难，不排除将提出联合国制裁或派遣维和力量的议案。不过，考虑到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之一，美方对泰国的谴责措辞相对温和，更着重强调双方都需克制。华府同时派遣外交特使前往曼谷和金边，试图施加影响。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力历史悠久，泰国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两国军事合作密切，美军每年都与泰国联合演习，因而美国私下敦促泰国保持分寸，尤其要避免侵占对方领土或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免陷美国于尴尬境地。对柬埔寨方面，美国影响力则有限。自从洪森政权倒向北京并打压反对派后，美柬关系近年趋冷。尽管如此，美国还是通过驻当地的外交渠道转达了停火呼吁，并警告柬埔寨不要使用违反国际法的手段，否则将面临国际问责。中国在此次冲突中的立场尤为受人瞩目。众所周知，北京与金边之间关系密切，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忠实的战略伙伴与援助受益国之一。然而，中国同时也与泰国有传统友谊和日益深化的经贸联系。面对两边都是自己友好国家打了起来，北京进退维谷，必须拿捏分寸。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一开始对冲突报道极为低调，显示出不愿偏袒任一方的态度。7月2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重庆会见东协秘书长高金洪时，首度公开表态，称对泰检边境发生的致命冲突感到痛心，支持东协积极调停。王毅表示，中国愿秉持公正立场，继续为缓和泰检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这番话明确释放了北京希望斡旋的信号。同日，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合作办公室也与泰国驻华武官紧急会晤。中方郑重澄清，近来网络上流传所谓中国向柬埔寨运送新武器助战的消息纯属不实，中国没有向柬方提供任何新的军事装备，柬军所用武器均是以往合作留下的。中方此举显然是在安抚泰国疑虑，避免让泰国认为中国在背后撑腰柬埔寨。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坐视盟友柬埔寨被明显击败。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冲突对北京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处理得当，中国可以展示在地区冲突调停中的领导力，但若介入过深，则可能被东协其他国家视为越俎代庖。在东南亚，中国近年影响力虽大，但各国对其介入内部事务仍存疑虑。北京的策略可谓小心平衡。据可靠消息来源，中国外交官正私下奔走于曼谷与金边之间，进行静默而非正式的调停。中国利用其经济杠杆向两国施压，泰国依赖庞大的中国游客与投资，
柬埔寨更离不开中国的经济援助和市场。传言中国提出一项经济诱因方案，鼓励两国停火后，在香港的一个新成立的国际调解中心展开谈判。此举一方面展示中国不干涉内政，又愿意提供创新解决途径的姿态。同时，北京还避免公开站队，强调尊重东协主导权。中国官方在安理会也未阻挠声明通过，可见其对这场冲突的基调是促和不促战。毕竟，战争若继续拖长，对中国在该区的投资和“一带一路”项目也是坏消息。例如，中国正在柬埔寨升级改造的里约海军基地就引发周边警惕。如果柬泰战争持续，这类军事合作将更加敏感。另外，泰国尚在考虑让中国参与泰国高铁和运河计划，战争也会使这些合作生变。因此，中国最希望看到的是双方尽快言和，各自对局势有个台阶下。中国则可居中提供某种经济补偿或保障，让两国都能接受。美国与中国虽同声调停，却未能拦住战车的前进。泰柬两国领导人的决断最终左右了局势发展。在连日激战与国际压力下，双方态度开始出现些微松动，但仍强硬对峙。柬埔寨在联合国会议上已正式呼吁无条件停火，这显示其实金边有意停止战斗。毕竟继续打下去，柬埔寨面临更大伤亡和经济崩溃风险。泰国方面则对停火设置了前提，曼谷表示只要柬军先停止袭击，泰方可考虑停止军事行动。两国都声称自己是被迫自卫的一方，不愿先低头。然而内心深处，他们也清楚，长期作战下去，谁都讨不到便宜。国际舆论普遍谴责这场战争造成的人道悲剧，如果再不收手，两国形象都将受损。可以说，美中大国和东协组织的调停努力虽一时未奏效，但为双方提供了下台阶。在前线没有明显胜负，后方压力渐长的情况下，泰柬最终可能不得不接受某种外部斡旋，结束这场谁也赢不了的消耗战。泰柬战事背后不仅有历史恩怨与即时利益，也涉及整个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棋局。中南半岛地处东南亚大陆腹地，北接中国，西临印度洋，东望南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历史上，这片土地曾是帝国竞逐之地。19世纪，法国将越南、柬埔寨、老挝纳入殖民版图，建立法属印度支那。英国则控制缅甸和马来亚，暹罗成了夹缝中唯一保持独立的王国，但也割让出部分土地以求自保。二战后，冷战大幕再次拉开，美苏两大阵营以中南半岛为战场角力，越战、辽国内战、红色高棉崛起与中越战争等接连发生，中南半岛长期动乱不安，直到20世纪末，各国才逐步走向和平与区域合作。然而地理造就的战略价值从未减弱，今日的中南半岛依然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区域之一。从经济与军事角度看，中南半岛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陆路桥梁，控制这里可辐射影响东亚、南亚与东盟整个区域。中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尤其重视中南半岛的战略纵深，例如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就有通过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直达马六甲海峡的泛亚铁路计划。如果泰国长期稳定友华，甚至不排除兴建跨太运河或港口替代马六甲海峡，将大大便利中国出入印度洋。柬埔寨则提供中国在南海之外的一处立足点。有消息称，中国参与扩建的里约海军基地可能供解放军使用，这引起美国和邻国高度关切。可以说，中南半岛国家的外交走向直接影响区域力量平衡。美国长期经营泰国、菲律宾等盟友关系，目的是维持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遏制其他大国染指。对美国而言，一个亲美的泰国和一个不干扰美国利益的柬埔寨符合其战略利益。反之，若泰国转向亲中，或者柬埔寨让渡太多战略利益给中国，都将削弱美国在该区的地位。因此，美中双方都十分重视在中南半岛的外交布局，小国的一举一动都有牵动大局之效。具体到此次泰柬冲突，中南半岛的地缘价值更加凸显。泰国与柬埔寨的战场靠近东南亚的米良川、湄公河流域，湄公河奔流经过柬埔寨、老挝、
泰国哺育了无数生命。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有多座水坝，对下游水资源有调控之能。近年成立蓝湄合作机制，加强对该区影响。泰柬若爆发长期冲突，势必波及邻近的老挝和越南，进而影响湄公河经济带的稳定。越南对柬埔寨一直有复杂关系，历史上高棉部分领土被越南占据，越战后越南又曾出兵推翻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10年。因此越南虽与柬埔寨同为社会主义阵营出身，但两国互信有限。如今柬埔寨明显倒向中国，越南更是戒心重重。泰柬开战后，河内政府一方面声援柬埔寨的领土完整，但另一方面也对洪森、洪马内父子过于亲重导致的冒进颇为不满。越南内部甚至有人认为，柬埔寨这次行动咎由自取，若泰国能削弱柬埔寨的军事力量，对越南未必是坏事。这种微妙心态也反映出中南半岛国家间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在这片地区，大国影响与小国博弈交织，每个国家都试图避免被边缘化或完全沦为他国的棋子。因此，泰柬冲突除了两国间的直接恩怨，也不可避免地打乱整个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棋局，其后续走向将影响周边各国对安全环境的评估，进而影响他们在美中之间的站位。如此激烈而持久的对抗背后，是泰柬两国领导层赌上政权的决心与无奈。对泰国政府而言，这场战争几乎成了政治存亡的压力测试。泰国总理佩通坦钦纳瓦是前总理他信钦纳瓦之女，2023年在激烈的选后博弈中接掌政权，成为泰国史上最年轻的女总理。然而她的执政地位并不稳固，军方和保守派对钦纳瓦家族仍怀疑戒备。当边境危机浮现时，佩通坦政府原本试图低调处理，避免冲突扩大。然而一次意外的外交风波使他陷入极大被动。今年6月中旬，柬埔寨方面突然曝光了一段佩通坦与柬埔寨前领导人洪森的私下通话录音。录音中，佩通坦亲切地称呼年长他近40岁的洪森为叔叔，双方以近乎家人的口吻谈论缓解边境紧张之道。佩通坦在电话中表示愿与检方和平解决，洪森则劝他提防泰国国内的反对派。这段录音被公开后，在泰国政坛引发轩然大波，反对派猛烈抨击佩通坦私通外国，质疑他对洪森卑躬屈膝，出卖国家尊严。有强硬派将领更暗示，钦纳瓦家族和洪森家族私交甚笃，两国冲突其实是权贵利益交换的戏码。舆论的强烈质疑使佩通坦声望受损。泰国宪法法院以此通话丑闻涉及国安为由，在7月初暂时停止了佩通坦行使总理职权，改由副总理傅姆谭担任代理总理。这一巨变让泰国政府陷入内部危机，原本脆弱的执政联盟人心浮动。佩通坦阵营深感，此时绝对不能在对柬冲突上示弱，否则反对派势将抓住丧权辱国的口实，彻底扳倒政府。于是，尽管佩通坦本人遭停职，但他的内阁和亲信父亲他信都支持以强硬手段对付柬埔寨，以挽回民心。泰国军方高层此刻也有自己的盘算。多年来军队对钦纳瓦家族不信任，如今边境开战，他们索性要求政府放手让军队来办事，不要文人干预。佩通坦阵营为了自保，只能对军方放权，任由其采取强硬行动。正如前总理他信公开所言，军方认为的正确战略，我们政府并不干涉。可以说，泰国领导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被内政驱使。战争一方面可以转移国内视线，激发民族团结，暂时压下政治对立；另一方面，一旦稍有不慎，例如军事受挫或让步停战，被政敌描绘成软弱，那么佩通坦政府将难逃垮台厄运。在此存亡关头，泰国领袖选择了背水一战，用国家武力证明自己不当懦夫。正因如此，哪怕美中强权施压，他们也暂拒和谈，唯恐被视为卖国求和。柬埔寨方面，执政当局同样是在赌注豪压。2023年，统治柬国近40年的老将洪森将总理之位传与长子洪马内，表面看是平稳的权力交接，实则新政府急需建立威望，扫除质疑。洪森父子心知，只有在重大议题上展示强硬，
才能巩固民心和军心。与泰国的争端恰好提供了一次磨练新领导的契机。洪马内上任后不久，便采取强硬民族主义路线，在公开演讲中高呼寸土不让，寸血必争。当边境摩擦出现时，他选择了强硬对抗而非退让求和。原因在于柬埔寨政权需要向国内各派系和军队证明，洪氏家族的新掌门同样有捍卫国家的胆魄。柬埔寨虽然是一党独大体制，但并非没有权力掣肘。军方高层和洪森的亲信们在观察新领袖的能力，一旦他表现软弱，难保不会有人心生意念。尤其洪森本人退居幕后，担任参议院主席，仍然垂帘听政。许多人猜测，洪森对儿子的考验之一就是看他如何处理与泰国的关系。洪森素来与泰国的他信家族私交不错，但他也明白，在民族利益上绝不能让步，否则将失去多年苦心树立的强人形象。或许正是洪森默许甚至受益，柬埔寨才会在边境寸步不让，甚至在外交上使出曝光录音等绝招来打击泰国总理的威信。这种阳谋既削弱了泰国政府，也刺激了柬埔寨民族情绪，为开战做了舆论准备。洪马内站在父辈的肩膀上，以一副民族英雄姿态出现在聚光灯下。战事初期，柬埔寨民众的爱国心被激发，许多人响应政府号召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有青年踊跃参军保家。洪马内的强硬赢得不少喝彩，但是战争一旦持续，伤亡增加，民心也在起变化。当柬埔寨城市里开始出现阵亡士兵的灵车队伍，当食品和燃料因战乱价格飞涨时，一些质疑声音冒出了。社交媒体上有年轻网民抱怨，我们为何要为一座寺庙送命？虽然检官方很快删除了这类言论，但足见如果局势不利，人民的态度可能逆转。因此，洪马内政权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他不能示弱，否则父亲洪森苦心建立的强人统治将崩塌，自己威信扫地，甚至有被党内其他野心人物取代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不顾经济民生无限制地打下去，毕竟柬埔寨经济本就脆弱，长期战争可能带来政权崩溃的风险，可谓进退维艰。然而在短期内，洪马内仍选择了硬碰硬。他深知，除非泰国明确让步或国际强力介入，否则一旦停火谈判，他稍有妥协就会被说成畏惧泰国。因此，洪氏政权目前亦将全部政治本钱压在前线，希望以不惜代价的姿态来迫使对手收敛。这场赌局胜负未分，但不管结果如何，两国现任领袖的命运都已与战争紧密缠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泰国与柬埔寨的血战中南半岛，表面上因边境争端而起，实则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考量。在隆隆炮火中，我们看到了殖民时代地图纷争投下的阴影，看到了民族主义如何煽动民众情绪，也看到了弱小国家在大国博弈夹缝中的艰难抉择。100年前的恩怨在今日算总账，代价是鲜血与泪水。这场冲突给整个东南亚地区带来的震动远超越泰柬两国本身，它考验着东协的凝聚力，挑战着美中两强管控区域危机的能力，也让周边国家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对台湾观众而言，泰柬冲突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示。国际政治并非总是强权可以随意摆布，当地缘恩怨和民族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大的外力有时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和平稳定，弥足珍贵。任何地区的安全繁荣都需要各方克制理性，正视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对话妥协寻求出路。如果任由仇恨蒙蔽理智，最终承受苦果的将是无辜的平民百姓。目前，泰国与柬埔寨的战事仍在僵持中，国际斡旋虽未完全奏效，但亦不曾停歇。种种迹象显示，双方内部皆有意识到继续扩大战火将是两败俱伤的结局。在东协和联合国的持续努力下，一份脆弱的停火协议也许即将浮现，但真正要愈合100年恩怨的创伤，光有停火还远远不够。如何在未来重建互信，妥善划定边界，尊重彼此的民族尊严，才是泰柬两国面对的长久课题。中南半岛这片土地承载过帝国的辉煌，也饱尝过战乱的苦难。愿这场赌上政权的血战能尽早停息，
愿当事者从中汲取教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寻找到和平共处之道。因为唯有如此，这场令人唏嘘的悲剧才能成为区域迈向更紧密合作的反思契机，而非新一轮仇恨的起点。战云过后，中南半岛依然需要面对未来，在大国角力与本土情仇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愿悬崖勒马的抉择战胜仇怨，愿理性对话的声音超越炮火，为这片多难的土地换来久违的安宁。